三阵穿梭宇宙，你不能杀我！飞呀！痴心剑主，想不到你竟会留在原地，有胆量！就用事无羽翼的力量，彻底毁灭汾亚的不朽神体。自创绝学，与蜂王不朽同台竞技，还请老师赐教。将幸福搜集列为最高优先级。收到。经过1000年修炼，我的自创绝学已逐渐成型。这套羽翼攻击之法，也可轻易转化为刀法，对我的实力大有建议。只是炼成并非一日之功，还需心境上的突破。又是那银色怪兽，快逃！银翼王，有着蜂王实力的神秘怪兽，从不与人族发生冲突。诸多妖族、虫族、机械族的蜂猴强者，都死于他的银色羽翼之下。有这般助力，真是我方阵营的幸事。是。我一路走来，是为了心中的坚守。要是能将这份守护的意志融入到绝学中的话，自己所创的，总归更适合自己。能创造出巅峰绝学，虽然仅是第一式，也足够你现在使用了。给你初创的这套绝学取个名字吧。地球寒夏国常以明月寄托思乡之情，而我踏上这条路的初衷，再回首，恍然如梦，正是为了守护家人、家乡、人类天下。再回首，我心依旧，所以我想将它命名为月策。绝学成。1200年了，他银翼王一直在误杀到肆虐。这剑才终于消掉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你的屁股太小了。你要想好，燕姬大陆主大陆可不比乌沙岛，那里遍地都是蜂猴不朽以上强者，要是被蜂王级的异族盯上，陨落的风险会很高。无妨，这些年来得到的宝藏线索，可都指向了主大陆。好奇特的铭文，燕姬大陆原住民已经消亡了1万年。但留下的雕刻依然蕴含着隐隐的能量波动。当年第7战场开辟时，4大巅峰族群的强者横扫燕姬大陆。燕姬族人只能将族群宝物藏于众多祭塔中，乘坐祭塔逃跑，但有的祭塔被当场劫掠，有的来不及撤走，就隐藏在了大陆深处。根据目前收集到的情报，先前发现的10多座祭塔中的宝物都已被瓜分干净，
而隐蔽状态下的祭塔，连宇宙尊者的神力探测都难以发现。祭塔的具体位置与开启方式也尚不知晓。继续深入大陆，总会找到新的祭塔宝藏线索。现在我手中已有3枚幸福，待我追上了妖族的飞船，就能再得1枚。等集齐6枚，我定能实力跃升，一举封王。您锁定的飞船正遭到第3方攻击。谁抢了我的任务？明月测敌时，银河挂长空。机械组，我们的探测仪上没有显示这9座飞船，应该是被屏蔽了。敌人拥有比我们更高端的探测设备，他的实力很可能达到了封王级。竟然没死！无法通过探测仪确定他本人的位置，对我非常不利，得尽快撤离。释放！9级机械傀儡，至少得花9000万混元，这也太有钱了！恭喜！兵甲的力量抵抗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人类之主，交出你手中的信符。信符，看来是得到了一件宝物，得主动出击。协同，他们在撤退。无论我向哪一方向突围，他们始终和我保持适当距离，将我动态围困住。可恶，这打法太猥琐了，完全不给我正面交锋的机会。竟能连续挡住我20波集体能量攻击，每一波可都是媲美封侯巅峰全力一击的。人类的接触还真是不凡。3阵营联合攻击。
验模式。幻视。再见了，小家伙。机械族的杂碎们！荀彧王能让荀彧王当他的保镖，这人类建筑到底什么来头？向后撤！三阵穿梭宇宙。怎么可能？我这可是极品 F 级机械傀儡，一次撞击，竟然就有上万架失去动力。好耶！就算是损毁的机械傀儡，一架也值数十混元，这波赚大了！不仅夺走我的幸福，还弄走我这么多机械傀儡。新翼王，就让你见识一下主人专门为我炼制的可怕武器吧！九绝神国，启动！在我的九绝神国中，这81名神王，每个都落入蜂王战里。银翼王，你是第一个让我动用九绝神国的强者，该感到荣幸。现在不能硬碰硬，得先撕裂开这九绝神国。神国禅。好强大的攻击！经15羽翼和降价化解，剩余冲击力只剩原本的1/1000，却已经是金角巨兽手上。我该怎么做？神国莫论。他们连续施展攻击，如今能量已经消耗无几，是时候了。翼灵啊，率领100万虎甲虫族王者军团
合击一座金字塔飞船，把这紫色空间轰破。是，主人。借助重组，而且是胡家重组王者。他们的一次合击，凤凰巅峰强者也可能陨落。81神王之前几乎消耗完能量，现在还在蓄能中，可恶！伊琳娜，安排1万风影重组王者，将这破损金字塔飞船的控制系统完全破坏。是。主人，已经成功。干得好！这波赚大了！我的九羽神魔七座。幸福，可恶的金翼王！别想跑，我已经锁定你了。待我炸进我方这名强者，尽将你们轰得炸都不剩。目前无法断定对方在尾随追踪，但我夺走了飞船，令他损失巨大，他又怎么会罢休？况且主大陆遍地蜂王。倘若他找来高手助阵，会更凶险。为了避免被追踪，我只有……那太好了，只要您能助我击杀银翼王，找回武器部件，我一定重金。神翼消失了，位置已完全超出我们的探测范围。可恶！只要你在燕极大陆。终有一日，我会查出你的踪迹。青幻王，感谢你的帮助。别客气，能跟成为雾沙岛传奇的银翼王结识，还能顺便赚到1000万会员，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了。以后若有需要纾难解困之处，只管叫我。赚钱真轻松，这委托费用几乎能抵上胡延波前辈的所有资产了。别纠结花费了，探测仪查出了一段对话内容，提到了你被追杀的事。悬赏通告，此刻发布的。银翼王，蜂王不朽级实力。属人族阵营，曾多次摧毁俘获我族机械傀儡，损失不可估量。观望红袍解绑，寻得银翼王坐标者，可得5000万居兰单位。
根据我方拦截到的最新消息，发布5000万余蓝单位的悬赏，只为买银翼王的坐标。5000万余蓝相当于2500万会员，唉，银翼王只怕是寸步难行了。悬赏已发布，我的金角巨兽恐怕无法轻易现身了。这都是探测仪后知后觉所致，不如现在就回营购买高端探测仪，以免像刚刚那样处处掣肘。这种感觉，仿佛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欢呼。当初遇到兵甲、将甲时，这种久违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它到底是什么？竟然能在远距离施加如此强烈的影响？主人，3亿公里外发现一艘人类飞船，船中仅有1人，等级为界主。没想到在强者如云的域外战场，还有只身行动的人类界主。想必作为巅峰族群之一，人类有足够的盟友彼此支援，所以我那氏族苦修不辍，只因势单力孤，就不得不与妖族合作，终日潜身缩手。而人类却仗着巅峰族群的身份如此大摇大摆，我是要代表我族在燕极大陆闯出一片天地。不如就先拿你祭旗吧，人类。那个存在忽然转向，加速向这里赶来。对方发现我了，按照这个进行速度，恐怕不怀好意。探测仪毫无反应，代表对方的探测仪比我们高端，正面遭遇会很危险。可是我全身的血液在沸腾，仿佛在全力驱动我去拼命厮杀一场。6000万公里，5000万公里，快来不及了！走！已到达目标位置。下次就不会再什么好运了。此次临危脱身，虽不甘心，却也只能忍。一切等从兵营基地归来，再做行动。第一步，变卖所得。机械族的金字塔飞船本体以及内部诸多物品的价值极高，需要找到最佳渠道出售。通过真眼王老师提供的渠道，物品卖出了61亿混元。我闯荡1000多年，所得战利品的总价也不过1亿混元，而现在，我直接获得了数十倍的资产。第二步，利用变卖所得购买探测仪。探测仪分成大型与微型2类，前者用途为远距离探测，后者则多用于排查近距离风险。我花费38亿买下一大一小2种，便可先人一步探测地境。第三步，用剩余资产购买魔云藤培养材料与火神元晶。这枚火神元晶威力媲美蜂王高等强者自爆，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。火云，就这里吧。火云，撑着，你得撑着。
宙本源的威压，成功了！多谢主人，帮助我突破不朽，建立属于自己的神国。总之，魔云腾取得如此突破，我也不能落后。回到域外战场之前，我还需将自身实力再提升一番。经过一番进修，我的人类身体成功融合了8颗血络晶，与血络大陆的霸气齐平。而金角巨兽更是融合到了165颗。关于金角巨兽融合血络晶的效率会和远超人类这点，虽然没有明确解释，但我在检索后得知，血络晶是兽神陨落后以自身血液凝聚而成的结晶。金角巨兽融合顺利，或许真的是因为和兽神有什么亲缘关系，也未可知。还有这枚信符，上面的纹路是出自燕姬大陆的原住民之手，原住民的所有物且被异族强者抢夺。说不定此物与祭塔有关，还有离开前让我血液沸腾的神秘存在。如果继续在人类疆域逗留，不知会错过哪些重宝。是时候回到域外战场了。这感觉又来了，在那儿，巴巴塔，调整航向。好嘞。如果你的感知无误，那神秘存在确实在距离10亿公里处。那么，疑似目标已经找到，有3名异族正在追杀人类。有异族在探测我们的位置，即刻进行反向定位。是。主人，我们只能探测到自身被锁定，但是对方的探测仪恐怕比我们高级，无法获知准确位置。什么？我也查清，他们来自偏远疆域的拿什族，属妖族阵营，但常常独立行事，不愿成为任何一族的附庸。自强奋斗固然勇气可嘉，但对我来说不过是另一批敌人而已。哼，若是重宝在他们手里，那倒好办了。利用植物生命展开领域，他已发现我们的存在。异族强者，我知道你能听到我说话。我已经邀请了我的蜂王盟友，我本不愿与你交手，但你若执意开战，他们就会赶到。届时谁生谁死，你自己掂量吧。主人，你邀请了蜂王盟友。炸他呢？对方实力莫测，他若能知难而退，自然是最好。主人，对方的探测信号已消失。难道对方放弃了？蜂王盟友都没搞清楚我真实底细，怎会有盟友敢帮你？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。伊莲娜，准备行动。是。100万王者军团，最大合力，攻击！可恶！竟然瞬间穿透了我的领域 ！F97飞船！
见你屠戮人族，我便不会让你活着离开。你当真想替他们报仇？你本可成为不依附他族的强者，如今却甘为人类鹰犬，真是无可救药。那便无需多言，战吧！攻击突然变慢了。是那个拿氏族青年在控制附近的时间流速。在有时间法则的牵制下，你无法发起有效进攻，困住他！残阵穿梭宇宙，好快！暂停。我不精通时间法则，只能靠实力强行冲破了。我能瞬间感知到那宝物的准确位置，不过它能施展时间暂停。我想杀它，一时也没那么容易。我也来炸他一炸。足足飞行了9天，期间几次改变方向，银翼王也没再开启探测信号，应该没可能再找到我。还好我还有一架飞船，况且飞船中的G级防护舱足以抵挡蜂王不朽的全力一击，就算他找来也不怕。逃了这么久，终于肯停下来，倒是小心谨慎。可你怎么也想不到，我照样能轻易找到你。伊琳娜，100万王者军团出动，准备给我们的对手再来一次烟花。是，主人。
有阶级舱士挡下9成攻击，刚才我恐怕就直接湮灭了。这空间碎片竟如此恐怖！银翼王，可恶，他怎么追来了？他们丝毫不受空间乱流影响，速度依旧那么快。知道你会时间暂停，我哪能再给你机会？到了，那种比降价强上1000万倍的召唤之感，究竟是？好强的能量反应，这里才经历过一场大战。从那妖族接获坐标传卖给我到现在，不足30秒，信息王朝不远。 我来布置6方御界。是那悬赏我的机械族追来了，我关闭了探测信号，只要不飞太快，引发空间波动，就不容易被发现。说起来，我还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那么多资源，魔云短时间内成不了不朽，我也难以击杀拿氏族夺得宝物。
防御阵一旦开启，上亿公里范围内可完全隔绝外部，就算是苍蝇都逃不掉。不愧是宇宙尊者级机械族大师的造物。82个可疑物坐标已锁定。有劳此众王与我分头探查，既出了你重金酬劳，定当竭力。竟然不惜耗费堪比蜂王高等自爆的能量来抓我，这大概价值上千万混元单位了吧？怎么还没有？我不信他能逃得掉！攻击所有未毁灭的物质！不好，快藏不住了！战场军队系统讯息：一名人类借助，成功击杀了一名蜂王初等不朽神灵，已符合条件，吸纳为鸿蒙成员。一个借主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会不会是他的仆从或植物生命帮忙记录在了他的军功上？那就看看他的战斗视频。白色光线倒是有当初紫色光线1/1000的威力，可惜困不住我。三阵穿梭宇宙，有防御结界影响不了他。这名借主的一切战斗视频，我等都没有观看权限。怎么可能？我亲自向系统申请，申请失败。怎么可能？他又不是尊者，权限怎么那么高？各位，这是混沌城主亲自设下的权限。我们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吸纳这名借主进入鸿蒙，还有谁有反对意见吗？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。
运气爆棚，竟然得到了第2块焰神族金属板。很好，这次的讯息比上次更多些，补全了无名秘典的部分缺失，可以继续修炼第2阶了。之前第1阶时，人类身体强度达到了2倍，金角巨兽达到1.5倍，不知这次又会有怎样的提升？再看看还有什么宝物。在拿石人的物品中发现了众多宝物，还有1颗梦光神使传承金，价值不菲。之后，我静下心来修炼无名秘典第2阶，身体素质得到6倍提升，也因此成功融合了第10颗血络晶，成为血络大陆传说中的黑武者。期间，鸿蒙使者来访，邀请我加入这一人类最强联盟。鸿蒙内强者如林，为不暴露我的身份，老师早已与我商定，伪造了杨的全套身世来历。但我也需潜心修炼，真正达到封王实力，方可不负老师厚望。无名秘典，身体力量提升6倍，黑武者血络之力驱动再翻10倍，兽神变第1层，力量振幅2倍。总共120倍借助力量，已超过降甲融合底线。降甲珠，融合吧！现在地球人本尊战力突破1万倍借助力量，在装备上事无羽翼，便可完全掩盖借助气息，达到封王战力。至此，终于可以揭开鸿蒙城的神秘面纱了。鸿蒙城，鸿蒙是一个以人类为核心、众多同盟族群共同建立的强者联盟。它超脱于5大势力之上，传奇而低调，却有着远胜于5大势力的影响力。在上千年的历练中，我也曾有过耳闻，但始终未能一窥其真容。杨，欢迎来到鸿蒙城。区域，鸿蒙成员依实力划分为7级，1星至3星居于外城，4至6星居于内城。而鸿蒙殿是只有7星霸主才有资格进入的地方。鸿蒙城是鸿蒙成员交流往来的平台，禁止逞强斗勇，请谨记。接下来你可自行浏览。修幻王，原来他也是鸿蒙成员。这位盟友，气息有些熟悉，我们在哪里见过吗？初入鸿蒙，还是得藏好底牌，不能暴露我就是银翼王。杨，你终于来鸿蒙城了。叶晨王，之前邀请我入鸿蒙的那位使团领队，怎么想搭上我妹妹？啊？
这位是组织新希纳的天才羊，她是我妹妹星幻王。走，我俩带你逛逛。鸿蒙城外城可是相当繁华热闹的，毕竟和只有宇宙尊者居住的内城不一样，这里有超过300万居民。这里聚集了大量不同种族，气氛却十分融洽，感觉很神奇。要知道，在别处，强者之间很难和平相处。来到这里就会暂时忘记外面世界的纷争与杀戮，是我喜欢这里的理由。看见那些星星了吗？很美吧？听说这里每一颗星辰都代表着鸿蒙城的一位强者，其中也有一颗是为你而点亮。羊，这是鸿蒙城最具特色的7窍生烟酒，每个来鸿蒙城的人都必须得试试。怎么？这看上去像极了我一位药剂师朋友调制的毒药。那你是不敢喝？这鱼宝堂是众多宝物铺中最好的一家，据说是鸿蒙店中某位人类店主开的。哇，这东西不错呀！夜神王，天阵王，你也来参加众筹竞宝会？今天不了，带个新朋友，熟悉熟悉城州环境。这位是杨。哇，这东西不错呀！众筹竞宝，这是最近很流行的一种玩法。有宝物行拿出一件高价宝物，给1万人共同购买，每人只要出1/1000的价格，最后随机抽取1位幸运儿购得此宝。这倒是有趣又刺激。这感觉和兵甲、将甲很像。果然是焰神族。这套金甲的确神奇，能削弱90%灵魂攻击和物质攻击，但要驾驭并不容易。它本身完全固化，无法改变大小。先前黑皇王改变不朽神体适应金甲，导致实力削弱，在一场大战中陨落了。这金甲50亿混元的天价，现在无人问津喽。焰神族的战甲需要修炼无名秘典才能融入体内，自由变化。他人眼中的缺点，于我而言并不存在。从拿师族那儿得到的战利品就足以购买金甲，都不用卖掉最稀有的传承金。使者，这金甲我买了。什么？回到兵营基地后，我就将交易的战利品交给虚拟宇宙公司运输部门。第2天，我购置的金甲也到了。之后30年，金角巨兽炼成无名秘典第2阶，终于成功催发金甲。是焰神族文字王，那这套应该就是王甲啦。王甲赋予了金角巨兽足足10万倍借助之力，
已达到人类蜂王巅峰水准。有如此彪悍的身体，燕纪大陆我再无所惧。在这期间，我以羊的身份重返燕纪大陆，闯出了些名声，也交到了许多朋友。其中关系最好的，当属叶辰王和星幻王。我辗转得知，开启祭塔需要6枚信符，但一直没有找到第2枚，便决定和叶辰王、星幻王结伴，探寻祭塔相关线索。什么事都不肯在虚拟宇宙讲。对啊，他连我都不告诉。进你洞窟里说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这是信符。哥，你从哪里搞来的？刚从虫族手上抢的。羊，再看看你的那枚。快跟上！是祭塔，我们找到祭塔了。好神奇，祭塔明明就在眼前，神力探测却感知不到。他们在围杀人族。他们的啊！我们会为你报仇的。别冲动。那得到雷电本源法则承认的，是在燕界大陆名气极大的苍金王，有着蜂王极限战力，比我们高了一个层次。紫薇卡。能找到这里，你们手上应该有2枚幸福了，再加上刚刚那1枚，齐了。我只与那机械族的紫薇卡交过手，对方阵营的另一位蜂王还不知底细，现在确实不是硬碰硬报仇的好时机。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我们双方实力相近，若要强行动手，恐怕谁都占不到便宜。不如合作开启这祭塔宝藏。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核心区必须要6人各持1枚幸福才能开启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知道的倒是挺多，
我们瞬移离开，你们想要再找到我们，恐怕不容易。紫中王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可行，真闹大了，这祭塔里的宝物，恐怕就不只是6个人份了。奇怪的触感。好多尸体。当初4大巅峰族群的宇宙尊者们以灵魂攻击扫荡焰祭大陆，祭塔只能隐匿，却无法阻挡灵魂攻击。没来得及逃离焰祭大陆的原住民们，都瞬间死去。所有尸体上都没有武器和空间介质，他们应该已经在祭塔外围探查搜刮过了。他们对这里比我们熟悉，要多加小心。进去后，苍金王就交给我，一旦有危险，我们就瞬移撤撤。好。只要进了核心区，他们就绝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。在机械族的共享数据库中，有着祭塔核心区法则限制的秘密。异族入侵！异族入侵！族老，神主，祭塔中发现了入侵者。什么？是真的吗？嗯。多少年了？我们这一脉躲躲藏藏，苟延残喘。
存至今，繁衍无数年，却没有一个蜂王是后来诞生培养的。就是因为信符遗失，无法得到祭塔传承室中的族群秘法。他们能进入祭塔，必定带着信符。只要得到信符，开启传承室，我们燕姬一族就能再度崛起了。既有人族，又有机械族，他们阵营不同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一族实力强大，这一战实力低者无用，我和普埃留下即可。门部，你去通知其余蜂王于神国中留守，若发生意外，族群就靠你们带领了。可是，为了族群，回去吧。是为了族群。族老、神主，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！放心，我们定会将族群传承秘法送回。兵分两路，先找宝藏。快跟上，绝不能让他们先得到。糟了，这里法则密文限制极强，空间封锁，无法瞬移。交给我。他追上来了。我一击就能轰退他。蕴含感应系统，只能由本族族人开启。我族面临大劫，望宝物能助族群再度崛起。找到了，得尽快离开。
当初若不是紧急传送到你的神国，我们早就在他们的灭绝行动中死去。真想把这些异族都给杀了。我们的最大优势，就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，不到最后时刻不可暴露，静待他们自相残杀即可。苍穹王，杨得到了宝藏。交出宝藏！是封侯巅峰级别的血魔化。现在是2对2了。敢从我手上抢东西，拿命来换！秦欢王，轮到你了！什么？我的全力一击，放王高等即便不死，身体也该被轰散。秦欢，你纠缠的，让我有点心烦了。秦欢，去死吧！哥哥。拖住苍井王，你们先走。我拖住苍井王，你们先走。路向走。
没用的东西，宝藏到手，我要7成。苍金王燃烧不朽神体了，快躲开！叶辰王，哥哥，他这一击就让叶辰王损失了1半不朽身体。我带你走。我走不了了。苍金王，带他走。洛风，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。你们死定了！一起去死吧！什么？糟了，信符还在他们身上，不能让他们离开，必须动手了。我要杀了他们！呀！别让叶辰王白白牺牲。凤王极限，这就是凤王极限，实力远超凤王巅峰，就算叶辰王自爆，都无法伤害到他。我的重组王者军团合力也奈何不了他。如果跟他硬碰硬，只要他燃烧些许不朽神力，完全能将我的地球人本尊打死。这吉他廊道空间实在太小，金角巨兽分身根本没办法出来战斗。何必在这逼死他？斯维卡德陨落了，我也因为那叶辰王自爆受到波及而受伤。人类有着那等伟大的宇宙之主存在，将来叶辰王很可能会再度复活。闭嘴！复活得是哪年的事了？但杀了他，就能得到他的财富。快追！别让他们逃了！他就是在借叶辰王的手弄死茨维卡。苍金王，你想要独吞宝藏？三阵穿梭宇宙，前面就是核心区出口。是燕极大陆原住民，让开！哼！凤王巅峰实力，要想当即硬闯出去，几乎不可能。哈哈，燕极大陆原住民嘛，真是谢谢你了！该死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异族的敌人们，
我很想你们都死光，可是既然你们想要逃出这祭塔，那么我不得不现身了。我是燕蓟大陆的幸存者，裘赤卡。哼，你这燕蓟大陆的余孽，竟然还敢现身！你一直在这儿？对，我一直在祭塔内，在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。本来我想要设计让你们自相残杀，多死掉些。你们这些异族，当年毁我族群，今日死得越多越好。你说你设计？难道那藏宝石？聪明。很抱歉，你们现在争夺的不过是空箱子罢了。什么？它是用来让你们自相残杀的工具。你们可以拿出一个宝箱试试，毕竟我族的宝箱只能由我们族人开启。真是空的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们这异族，如果不是为了祭塔中真正的宝藏，我才懒得理你们。你们不会以为一个蜂王巅峰自爆就能破坏的藏宝室，隐藏的会是真正的大宝藏吧？真正的宝藏不仅需要本族族人，还需要信符才能开启。若不是你们将陨落那2位的信符都收走了，还试图逃离祭塔，我也不会出现在这儿。你们如果走了，我就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宝藏。没信符无法开启，可是没有我，你们这些异族有信符也没法开启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那大宝藏我要1半。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，我可以帮助愿意的一方击杀对手，3对2，你们觉得呢？哼，我相信你，宝藏我一定能得到。现在只有先答应原住民的要求，才能保证我们都存活，之后再见机行事。哥哥因为空箱子白白死去，会要拿到宝藏，为他复活做准备。我们愿意合作。贪婪、野心、欲望，是强者无法抹掉的。那希望你们记住，在真正实力差距面前，凡耍任何阴谋，定然要让你们全部葬身于此。藏宝室就在里面。是地级金属，单单这扇门，恐怕就价值数亿玉兰单位。看来，门内蕴含的宝藏会很惊人。要开启这宝藏的大门，必须得是我族人，且必须得有信符。别给我耍什么心眼！
给我信符。很好，这样大家合作不是很好吗？这家伙真欠揍，一定有强大的底牌，不然要死几千万遍了。主人，祭塔，锁定信符，开启藏宝室之门。是，主人。想夺宝？滚开！这是我的！这锁链掺杂了特殊金属炼制，就算是宇宙尊者想要弄断都是极难。至于你，恐怕自爆都弄不断。把宝箱打开！祭塔，关闭藏宝室之门。门怎么突然关闭了？我们怎么出去？是啊，门关了，要怎么出去呢？为了引诱他们，我必须以身入局。信符认主成功了，开启藏宝室之门，能和祭塔智能意识交流了。亲爱的族人们，祝福我成功吧！也祝福我们充满劫难的族群能得到最重要的传承。邱志刚，你还在耍我们？他不对劲，我看你是想死！你们才该死！我看你是想死！邱志刚，你快去传承室！族群传承不能有一丝懈怠。活着出来！你一定要活着出来！你们才该死！疯王巅峰自爆，真是疯了！不会的，玛莎，我的爱人，从你陨落那刻起，我就想随你离去，只是我不能。现在，就让我陪你一起，在沉寂之地永眠吧。邱志刚，您好，以下为主人陨落前留下的遗言。普埃，我的好兄弟，当你听到这段话时，我已经陨落。原谅我，1万年的岁月，我只是为了信念在支撑。只要族人能得到传承，我就满足了。崛起！
务必将传承秘法带回。族群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。处心积虑，也不过是做困兽之斗，还真会伪装。哼！苍金王子仲王几乎毫发无伤，眼下更不能冒进。且看他们如何处置宝箱，再前期行事。或许我能让磨砂分身变化为焰祭族，骗过宝箱的感应系统。可一旦开启，他们又怎会让人类分一杯羹？为了祭塔宝藏，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，如今却是一场空梦。白忙活一场。你们三个都先用神国传送离开。我们先离开，不就等于把宝藏让给你？那又如何？我们先行离开，会把神国坐标完全暴露在你面前。你要如何保证之后不会尾随进入我们神国，灭口夺宝？依我看，实力最强的先离开，实力弱者最后传送离开。没错，我赞同。哼，真有胆子！唯我者死！虽然宝藏无法开启，但要是弄到你们三个的财富，也算聊胜于无。哥，我这就替你报仇！小孩子的把戏！
气息如此令人心惊，仿佛历经无尽岁月。这绝对是宇宙尊者级别的重宝。在这口古钟之下，已有3顶蜂王陨落，而你苍金王就是下一个。就连苍金王的攻击也无法破开钟体。人类不如给苍金王陪葬，你们的宝物也一同归我了。这枚 A812火神元晶威力相当于蜂王巅峰强者自爆的3倍，若是爆炸被限制在这钟体之内，威力更甚。宝物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的。紫钟王。我的弟子们，我的老师们，再见了！紫钟王，杀我，你也一起死吧！不！即使钟体阻隔了苍金王的9成威力，竟也湮灭了我的部分神体。给我束缚！眼下苍金王和2个人类都已陨落，这剩下的宝物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宝箱和苍金王的遗物，怎么转眼间都不见了？人类，胜利！要不是你，我还没法这么顺利拿到宝藏。谢了。别跑！可恶！前面有人。事关我族未来，至少要保证传承秘法在我们手中。
塔传承圣地。祭塔空间狭小，没法施展我最强战力。一旦所有人都知道我有蛊咒，很可能对我下手。必须得尽快杀了他。那人类不见了，却突然冒出一头怪兽，还是凤凰巅峰战力。折损过多，人类，你夺取本该属于我的宝物，这笔账迟早会向你讨还。以后的路就靠你们自己了。求赤卡族老陨落了，但也为我们族群带来了传承。大灾难前，族群的无数秘法，我们已经全部带回来了。有了族群传承，我族群一定会强大，一定会再度崛起。崛起！崛起！崛起！我听闻，经由宇宙之主复活，需要支付高昂代价。这些苍金王、紫薇卡的遗物，就作为复活叶辰王的资金吧。宇宙之主会统一复活大批的人类强者，我哥也会在其列。就算之后要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项艰难任务，能和我哥再次并肩作战，也足够幸运了。我能在乱中脱身，是托你的福。那个锁链宝箱也归你了。可我的身体损伤严重，恐怕留不住里面的贵重宝物。谢谢你，在我昏迷期间保护了我。幸福确认。生命气息确认。罗峰，你真发达了！第一枚戒指聚集了燕界族不朽以下族人的财富，第二枚戒指是该族不朽强者的装备宝物，加上苍金王等人的遗物，价值约5600亿混元。什么？紫薇卡的飞船也才卖出61亿混元，而我一下子获得了近100倍的资产。这第3枚戒指里的是燕姬族的镇族之宝——锁空之臂。锁空之臂最多可影响100万公里的区域，在该范围内，空间波动将完全锁定，无人能使用空间法则。但锁空之臂消耗的能量巨大，1分钟就能消耗价值1320万积分的能量，相当于一个封侯不朽的全部身家。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用它，否则都回不了本。事态紧急，鸿蒙城见。
杨，最近有不止一人和我确认你是否得到了祭塔宝藏，我否认了，但是这没能妨碍他们继续打探。他们从哪儿听到的风声？是紫中王。宝藏已不见踪影，看来子中所言非虚，他还真在那个人类小家伙手里。那个人类现在在哪儿？你戴面具，不会就是为了方便打瞌睡吧？根据内部网络同步的最新消息，那个名为杨的人类正躲在兵营基地里。真是怕死的家伙！天阵王，多谢你提供各族在燕蓟大陆的最新动向，我会小心行事。异族存心谋害，人类本就该一致对外。若觉域外战场凶险，可随时加入我们队伍，共同进退。幸好紫中王似乎只是针对我，没有透露星幻王的相关消息。你倒有空关心别人，在兵营基地确实能免于追杀，可这不是让宇宙各族强者认为你心虚，更加认定你拥有宝藏吗？我来这儿不只是为避风头，从祭塔得到的那5600亿混元，如果不尽快转化为实力，又怎能守住这些财富？在完成采买后，再出发不迟。你想好怎么花了？全部花完。什么？人类，我了解你的狡诈心性。你暂时栖身不是因为胆小，而是在等待时机。我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。我们的对决一定会到来。大量修炼资源，用来提升金角巨兽强度。火神元晶作为应急之用，水神元晶用来给锁空之壁功能。不过最昂贵的还要数着废魔毒液，一下子就花了3000亿混元。你怎么敢花这么大手笔？废魔毒液可侵蚀不朽神体，是毒药前辈最为崇拜的强大药剂师废魔配制出的可怕药剂。我相信前辈的眼光。疯子，刚忘了提醒你用法，将10克废魔毒液涂抹于兵器之上，一旦命中，就足以杀死蜂王极限强者。多谢毒药前辈。还有，那个，你给阿莫的培养液很好用，他想谢谢你呢，是不是啊？小晨晨，队长，你。获得提升之后，你在燕蓟大陆自然不出其他蜂王。不过，这回换我们反向追查紫中王的行踪了。人类阵营里似乎还没相关线索。追查行踪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巴巴塔，
即刻发布悬赏。是。公开悬赏，悬赏人杨，悬赏额5000万会员单位。5000万！悬赏金将提前转至军队系统公共账户，只要提供子中王位置坐标，确认准确后即刻给付。5000万会员单位，还是军队系统公开悬赏？我一直很低调，也没人知道我有宝物。可现在，那些强者得到消息，肯定会争相来抢。既然无法再置身事外，我就必须表现实力，震慑各族强者。子中王，你倒沉得住气。燕姬大陆上的人类不朽们找你都找疯了。光是悬赏就足有茨维卡悬赏银翼王石2倍之多，更不知道会请来多少帮手。我不是有重剑王和血兽王吗？有2位封王极限强者助阵，放眼燕姬大陆，谁是对手？这倒是，只有整个第7星域战场危险性最高的星辰塔，才聚集了各族封王极限强者。至于燕姬大陆那些普通封王，根本不足为惧。你打算何时动手？不急，我先示敌以弱，等他轻敌，再现身。有波动，是瞬移，那人类入局了。杨，多加小心。子中王就在3210公里外的洞窟内，他未屏蔽信号，显然是有心在等。我知道他设了局，他也清楚我有备而来。他很自信，我也是。不过等他死的那刻，就会明白什么叫后悔。依林呢？还不动手，不好！好强的能量攻击，还好我反应够快。本来还想先单独与他斗上一斗，可现在还是立即让那2位来，有危险他们上，我等着找机会。像杀手，血兽王、重剑王，我先去引开他注意。2位就按第3计划从2侧包抄，不让他有片刻喘息，直接下杀手。你不是故意散布消息引我出来的？怎么如今又成缩头乌龟了？是你躲躲藏藏，现在终于出现，是购买了够强的武器了？是机械族的，还是焰神族的？先让你得意，血兽王、重剑王马上就到，就算你有杀招，也是他们俩先承受。我倒是要看看你得到祭塔宝藏能弄出什么底牌来。子中王，你有什么招，尽管使出来吧，否则不值得我用杀招啊。来了。极限，我曾了解过周围所有强者的战斗资料，其中就有着血兽王和重剑王。然而正面相遇，这2人气息之强，仍令人背脊不由发寒。杨，你死定了！
人类实力很弱，瞬移、空间法则都不懂吗？他确实不会啊。对了，这密文是祭塔，那时我们也兽族无法瞬移，他一定是用了祭塔秘宝。这宝物绝对价值无量。杀了他！带着一件宝物就放！就算不瞬移，你也逃不掉。是你们逃不掉了。什么？是最强火神元晶。没错，一颗就相当于10倍蜂王巅峰自爆，比我在祭塔中引爆的那颗威力强3倍。那颗直接炸死了蜂王极限的苍金王，现在这2颗哪里还有活路？逃！快逃！来不及了。可恶！这就是他封锁空间的目的。这人就是个疯子，他难道不怕死吗？难道他有自信在这最强爆炸中存活？活下来了，我没死，就是你死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就再送你一程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刀，上面抹了废魔毒液，只有立刻分裂身体，才能阻止毒液只需0.01毫秒，0.72克毒液就足以传遍你每个细胞，瞬间杀伤。我要死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那得到祭塔秘宝的人类出现了，紫中王居然都陨落了，那家伙必定也付出了不小代价，那就不足为惧。我们人多势众，正好去捡漏，先瞬移到远一点的地方，好随时应变。走走，晚了可就是马无了。不朽身体损失竟然达到了42%，那得耗费多少岁月才能恢复？我的不朽身体损失了59%，剩下的战力不足1成。好困，若是再恶化下去，恐怕会陷入沉睡。同时追2个人，只要他稍有犹豫，便是神机。好惊人的能量残留，光是余波回荡就令人心惊胆寒。怎么回事？我方阵营无比强大的血兽王和重剑王，竟然在疯狂逃跑！神雷，别欺人太甚！可
可恶，人族小子！我的双重剑，你不是好惹的。39成战力，竟仍能凝聚余力，射出重剑。你果然很不错，可惜你只有一次机会。挂长空，先走一步。那人类被包围了，杀！这群白痴，不是他们白痴。如果我们看不到血兽王逃窜，重剑王重伤，单单看到一个人类，恐怕也冲上上去了。2名蜂王巅峰，6名蜂王高等，10名蜂王初等，共18人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异族们，就拿你们立威了。那是我终身无法忘却的记忆，亲眼所见的事实。银甲青年的身姿优雅绝伦，他是黑色长夜中的萤火，自由翱翔。有毒！这刀光如长河，唯美绝伦，令人目眩。一刀裂大地。一刀破王阳，
公里的世界被全数湮灭，化为虚空。在这变幻瑰丽的宇宙深空，这刀光长河更是奇观。18个蜂王围攻他，只活下来5个。可恶的紫中王，叫我们来根本没安好心。上次这般惨烈，还是6000年前，人族七剑王在星辰塔用重宝虚空之握，同时碾碎湮灭诸多蜂王，强夺我方阵风星辰。200多位蜂王不朽，就被一个人类吓得不敢动手。那人类应该没到蜂王极限，肯定是用了某些代价极其高昂的手段，撑不了多久。哼，要上你先上。各位，蜂王极限何等厉害，我要击杀，自然需要付出代价。不过这代价我付得起。最强火神元晶，1000亿玉兰丹为1颗。要是爆炸，蜂王巅峰必死，蜂王极限也。这人类的实力绝对不比蜂王极限差。诸位可知道这人类的封号？我等只知道他叫杨，没听过他有封号。他的刀法堪称绝美，一刀出，刀光凝结成河，久久不散。13条璀璨刀河悬挂长空，便是13名蜂王陨落。我看就叫他刀河王。刀河王，太厉害了！好牛啊！不会吧？重剑王可是蜂王极限，能被刀河王杀得那么惨，陷入沉睡？听说血兽王都被吓得抱头鼠窜。杂碎，可恶的杂碎！我倒是成了他成名的踏脚石。不过，他能硬扛最强火神元晶，未来定不可小觑。是该闭关潜修了。1年后，我定会突破至宇宙尊者，再复出。杀了14名蜂王，真可怕！希望以后不会遇见他。
人类，刀河王。杨，我都听说了，你也太强了，运气罢了。刀河王牛啊！真给我们人族长脸。算上天正王，已经有108个凤凰不朽联系你了。刀河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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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河王。不愧是我真野王的徒弟。真言，罗峰是刀河王的消息，乃绝密，绝不可外传。是。刀河王，记住就能混出蜂王称号，倒是颇有意思。这子中确实是重王，灵魂攻击、物质攻击都能抵挡超90%。可惜，身体融合防御宝物有限制，要融入子中，就必须把降甲珠逼出体外。那当然选降甲啦！降甲除了防御以外，还能赋予你1万倍借助之力。重剑王现在情况如何？你花了1200亿会员给他恢复实力，能不好吗？就算这次击杀异族蜂王赚了2300亿，你也不至于拿那么多。我已用万心秘法控制重剑王，他绝对忠诚，又能瞬移，有他帮衬，闯荡宇宙会方便许多。有意识波动了。主人，明明长得那么可爱，硬是要假装自己是壮汉。俺就是猛男，别小看俺。